那有很多粉丝在问我这样一个问题，就是能不能在 Flux Context 里边使用 Flux 的 LoRa？ 这个是可以的啊。当然呢，有很多的细节呢，你需要去注意。那大家可以看到下边这些图像呢，我使用了一个写实到 3D 风格转化的一个例子，来给大家测试了一下如何在 Flux Context 里边去使用 Flux 的 LoRa。那这里边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呢？下边呢我们就逐一来给大家说一下。那我在 Running Hub 上呢，给大家构建了对应的工作流，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.ai 访问这个平台，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，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。那大家回头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搜索一下有趣的80后程序员。那在我发布的这个工作流里边，你会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流的实例。那另外呢，你可以通过我视频评论区的这个邀请链接啊，来注册 Running Hub， 可以得到1000点的赠送。另外呢，每天登录也会有100点的 RHB 啊，这样你可以免费的去做一些基本的尝试。好，下边我们就看一下如何在 Flux Context 里边去使用 Flux 的 LoRa。我就先给大家先跑一下整个的工作流，大家看一下效果啊。那我随便选一个图像，比方这个，然后呢我们跑它一下。那我们开始生成的这个效果啊，首先呢你要注意啊，整个的场景呢是保持的非常一致的，包括背景这种细节，人物呢是唯一变化了的这个部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非常明显的一个 3D 的效果。我们可以再试一个，比方这个，大家看一下也是非常漂亮的，对吧？好，下边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工作流到底是怎么去做的啊。整个的工作流呢，其实就是一个 Flux Context 的工作流。那我们简单过一下模型的3组件 Flux Context 的第一位 FP8， 我们的文本编码器和我们的 VE， 这个和 Flux 是通用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使用了 Sage Attention， 另外呢，我这儿加载了一个 LoRa， 这个呢是一个 Flux Dev 的 LoRa 啊。另外呢，我这儿有一个 Flux 第一位的 LoRa， 这个主要是为了保证人物的一致性，待会儿我们详细给大家说啊。这是模型的部分。然后参考图的部分呢，其实呢没有做任何的处理啊，我们只是做了一个缩放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编码之后，一方面呢进行条件的修正，另一方面进行这个latent 的一个生成。在这个提示词的部分呢，需要兼顾我们这儿的这个 LoRa 和这个 LoRa 的提示词啊，然后做一个对应的组合。那这就是最终生成的效果。这个采样的设置和 Flux Context 的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，这个我们就不细说了。那下边呢，我们先把它还原成一个标准的 Flux Context 的工作流，我们把这个先去掉，这个也去掉。首先呢，由于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辅助的 LoRa 出现啊，所以说这儿呢，我们就暂时先把它删掉，那就变成了最主要的一个提示词。那现在我要把它转换成一个什么风格呢？你要注意，我这儿是一个复合的风格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叫Chibi 这个风格，一般我们把它称之为大头娃娃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效果，哎，就是这个风格。另外呢，我们还有一个风格叫 3D CGI 啊，我们把它也改一下。其实呢，就是一种 3D 电影的这种风格啊，我们可以运行一下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它 3D CGI 的这个风格，是吧？那这个风格的话呢，我们会发现啊，它其实呢对于整个的这个图片的还原的话呢还是不错的，有一些基本的 3D 的这个效果在里边。那我现在想把它融合起来的话呢，我可以这样写啊 3D CGI 杠 Chibi， 然后呢我们来运行一下，哎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就是这样一个风格。那么这个是我们用提示词来实现的，对吧？那下边的话我们可以附带上一些 LoRa 啊，比方说呢，我现在把这个先给它启动起来。这个 GD3S 我们曾经给大家说过啊，就是说它可以比较强的保证人物的一致性，就是让这两个人看起来呢会比较像啊，但是呢它的这个提示词是这个样子的。The image now looks like a different photo of the same subject。这个我们曾经给大家说过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在抱抱脸上的这个链接，这个我就不细看了，因为它本身有脱衣服的这个功能啊，有很多少儿不宜的东西。但是我们现在用的是它保证人物一致性的这个风格啊。如果我们现在呢把它放开，然后我们再运行一遍，来大家看一下啊。那么这个呢就不太一样了，但是你要注意它的衣服什么的是非常像的。你去看，除了脸之外啊。因为脸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风格上的变化，但是你注意衣服的细节就一致性保持的非常好，对吧？包括这个周围的环境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其实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目的呢？就是除了人物在变，其实环境是不变的。
所以说到这儿的话呢，其实已经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工作流了。当然呢，你可以辅助其他的这个 LoRa 让这个风格变得更强。比方说我现在放开这个 LoRa， 这个 LoRa 呢叫 BJD 娃娃，当然我就是随便挑了一个啊，我在这儿搜了一下 3D， 你可以筛选一下 Flux Diode， 我选的是这个啊，大家可以选别的，哪个都行。那我们就先用这个试一下啊，我们立即使用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个是一个风格的 Flux 模型。大家注意啊 ，Flux 的 LoRa 对于提示词其实呢不是特别的敏感啊，尤其是人物的这种提示词。那我们建议大家还是用风格类型的 LoRa，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，Flux LoRa 大概有2种啊，第一种是风格类型的，第二种是人物的，是吧？就是你要训练一个固定的人物角色，这是一种；第二种呢是训练一种风格啊。那我们建议大家还是用风格的，人物的那个呢，有的时候啊。其实效果不是特别的好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好像这个 LoRa 不起作用，是吧？这个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。启动之后呢，大家注意啊，它的权重我并没有拉满，我给的是 0.75。下边呢，我们再来运行一下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风格就更加的漂亮了。所以说呢，你会发现 Flux Contacts 里边是可以使用 Flux 的 LoRa 的啊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使用人物的那种 LoRa，我们可以再换一个啊，验证它的这个普遍性。比方这个。你注意啊，环境是不变的，主要变的是人物。然后注意它的这种3D 的这种风格啊，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的漂亮啊。我们可以再换一个，我们换这个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它的稳定性呢也是比较强的啊，这种3D 的这种质感呢也非常的明显。你可以去调这个权重啊，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调得太小。那最小呢，你应该在 0.5 以上啊，如果太小的话就不起作用了，是吧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样的一个尝试。一方面呢，我们使用了这个，保证了环境的基本的一致，然后呢，保证人物啊长得会比较像。另外呢，使用这个做了一个风格的加强。当然呢，这只是一种尝试，大家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呢，再做一些扩展性的这个尝试，可能会有更好的处理手法和表现方式。好，还等什么？赶紧自己试一下吧！关注我，做一个懂爱的人。